家人们，你们好，今天这事儿可太炸裂了，我得赶紧跟你们唠唠。咱们聊了这么久的汽车圈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长城汽车和贾跃亭这两个看似永远不会有交集的名字，现在居然手拉手站在一起了，这简直就像是往平静的湖面里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，整个行业都得跟着抖三抖。你们说，这算不算是年度最魔幻的商业大戏？老贾，那个永远在下周回国的男人，这次难道真的要上演一出王者归来的戏码了吗？这事儿的引子是一款叫 FX Super One 的新车，听着就挺科幻的吧？这是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FF 搞出来的第二个品牌 Faraday X 推出的一款所谓的 AI MPV。MPV 大家不陌生，就是那种空间超大的商务车或者保姆车，但这台车前面加了 AI 两个字母，一下子就感觉充满了未来感。可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，这台车一亮相就拿下了超过1万台的付费预订单。1万台啊，朋友们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都是真金白银的订单，说明市场对它充满了期待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这台在美国市场掀起波澜的超级1号，它的心脏和骨骼其实流淌着纯正的中国血液，它就是咱们长城汽车旗下的高端品牌魏牌高山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魏牌。这波操作简直是神来之笔，之前就有人发现 FF 的官网上不小心把魏牌高山的详细参数给泄露出来了，当时大家还以为是临时工手滑，现在看来那哪里是失误，分明就是官方盖章认证，提前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放出的一个彩蛋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长城这么一个浓眉大眼的国产巨头，怎么会跟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贾跃亭合作呢？这背后藏着一盘大棋，这盘棋的名字就叫中美汽车产业桥梁战略，听着是不是特别高大上？说白了，老贾要当一个中间人，一座连接中国汽车和美国市场的桥梁，而长城汽车就是第一个勇敢走上这座桥的战略合作伙伴。这个合作的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，也特别现实。咱们先站在长城的角度想想，中国的汽车工业现在是什么水平？卷疯了，技术、产能、供应链，样样都是世界顶级，但就是出不去，尤其是去美国市场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堵高墙挡在前面，这堵墙就是关税。美国对咱们的整车征收的关税高得吓人，差不多要15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一台在国内卖30万的车，运到美国光交税就得再交45万，总价变成了75万，这还怎么卖？谁会买？所以美国市场就像一块挂在悬崖边上的最诱人的大蛋糕，谁都想吃，但谁都够不着。每年超过1600万辆的销量，将近一半靠进口，这块肥肉，中国车企要是拿不下来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这时候，贾跃亭和他那个虽然一路坎坷，但毕竟是美国户口的 FF 公司，就成了破局的关键。FF 再怎么说，也是一家在美国注册、深耕了11年的本土车企，它有美国公司的身份，有完备的合规资质，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政策上的豁免权。这就好比你想进一个戒备森严的顶级派对，但没有请柬，而老贾手里正好有这么一张珍贵的入场券，所以这个合作模式就清晰了。长城把魏牌高山这款成熟的车型拆分成一个个零部件，在中国生产制造，然后这些零部件像旅行的散客一样，通过香港或者澳门这些自由港中转一下，再进入美国。最后在 FF 位于洛杉矶的工厂里，工人们像拼乐高一样，把这些零部件重新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汽车。当这台车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摇身一变，拥有了美国制造的合法身份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了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最关键的一步就完成了，完美绕开了那堵高达150%的关税壁垒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合作了，
这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商业博弈和智慧运作。对长城来说，这解决了出海美国这个天大的难题，还能消化掉国内过剩的优质产能。而对于贾跃亭和他的 FF 呢，好处更是实实在在的。FF 一直被诟病什么 PPT 造车，资金链紧张，产能跟不上。现在好了，直接拿来主义，把长城成熟的车型和强大的供应链为我所用，省去了漫长的研发周期和巨额的投入，车子能快速推向市场，卖出去就是现金流，就能给 FF 续命。同时，借助中国这条全球最牛的供应链，成本也能降下来，产能问题也迎刃而解。这简直就是一箭双雕，不，一石多鸟的妙计。FF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产品和供应链，长城得到了通往北美市场的船票，一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，一个找到了发展的捷径，双方各取所需，堪称完美。而且这种玩法也不是老贾首创的，早就有人靠这个赚得盆满钵满了。给你们举个例子，有一家叫 DR 的汽车公司，2006年在中国注册，但主战场却在意大利。他们干的事儿和现在贾跃亭干的如出一辙。他们把咱们的奇瑞、江淮这些车以 CKD 的形式，也就是散件的形式进口到意大利，然后在自己的工厂里组装起来，贴上 DR 的标，就在意大利卖。就靠着当这个二道贩子，达尔公司在意大利卖咱们的国产车，一年能赚将近10个亿人民币。你们说说，这生意香不香？所以贾跃亭在美国复制这个模式，理论上是完全行得通的，甚至可能比 DR 玩得更大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冷静地思考一下，这到底是 FF 的救赎之路，还是说 FF 彻底沦为了一个只负责组装和贴牌的空壳？贾跃亭是想借此机会东山再起，真正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汽车帝国，还是说这只是他为了缓解财务危机走的一步险棋？这背后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但无论如何，从一个商业策略的角度来看，这一步棋走得确实高明，充满了想象力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全球化遭遇阻力的今天，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，能够爆发出多么惊人的创造力和变通能力。所以，家人们，这次我们可能真的要重新审视贾跃亭了。那个被无数人调侃、被无数人质疑的梦想家，或许正在用一种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方式，悄悄地撬动着整个汽车产业的格局。他回国这件事，以前我们都当段子听，但现在看来，如果这个中美桥梁模式真能跑通，他带着真金白银和成功的商业案例荣归故里，似乎也并非遥不可及了。这出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，后续会怎么发展，我们谁也说不准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汽车圈的下一个爆点绝对少不了贾跃亭和他的 FF。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泡好茶，一起见证，看看老贾这次究竟是会彻底翻身，还是会带来新的惊喜吧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